1986年7月的某个星期五早上5点半，一个单身孕妇因为觉得饿，比平时早醒了半个小时。她开了一罐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罐头，当然一口都吃不下。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。那天，她真的进医院了吗？其实，这一切都只是这个女人的想象。看着旁边这个孩子，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家里那罐他一直没来得及吃的罐头。这个母亲特别喜欢吃罐头，从此之后，她舍不得吃，全都给了她的孩子。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，她希望他能赶快长大，并且与众不同。而他确实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99份儿，99。哇，望远镜。你们知道吗？天上的彩虹是由阳光集齐了7种最美的颜色，组成了彩虹，把乌云赶跑了。哇！哎，好嘞，妈妈笑笑，来来来，对，就这样，哎，不要动啊，就这样，往这儿站一点，来，对，宝宝往里站一点，好嘞，别动啊。
我就说嘛。他的母亲发现了他极其高的观察能力，便四处告诉所有人，他的儿子长大后一定会出人头地，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。王大爷，你在这儿呢，快来来来来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本应该成为伟大科学家的儿子，却意想不到的成了一个偷窥狂。那个孩子，就是我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总觉着吧，外面人盯着我。哎，谁呀？小姑娘，再帮我一个忙。小姑娘，刚刚是你吧？谁让你送给我的？对于偷窥这件事儿，我从来都没有过负罪感。我知道很多人偷窥是为了色欲，但对我来说，偷窥不过是一种爱好，是不同于他人的一种观察方式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所有的建筑都是因为人的出现存在的，人的体系就是建筑的体系。建筑就像是自然界蝴蝶幻化之前的茧。说建筑的本源是封闭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女人，即便她蒙着面纱，但是她身体的曲线依然让人遐想连篇。但是建筑的意义又是开放的，越是保守封闭的女人，越需要赋予她一个毫无保留的时段。这是钱进，我好哥们儿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。女人在他眼里也犹如衣服，每天都给换一件。他的进攻方式向来简单粗暴，永远是正面进攻，永远少不了他那点恶趣味。我很注重环保，每次我上托雷克的时候，看见有些人把充满粘液的 shit 扔到马桶壁上的时候，我就努力用我的 urine 把它们冲干净。因为我不希望让保洁阿姨每天都那么麻烦的去打扫他们那些屋。我觉得你鼻子可以再垫一点，下巴呢可以再削尖一点，胸部再添2两硅胶是更好。哎 ，no，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
是能希望在你生命最绚烂的时候，能绽放出你的异彩。这些东西并不妨碍。其实没有这些东西，我更看重你骨子里的那个本质。而且永远百发百中。这个我偷拍的男人是一个三流美术学院的教授，不幸的是，我是这个三流教授的学生。你叫什么？理查。除了画画，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？看电影算吗？你最喜欢什么电影？后窗。希区柯克。你的面试资料怎么全是蝴蝶呀？而且全是刚成虫的蝴蝶。我解释一下，我面试的时候一定会问这个，所以我早就编好了理由。蝴蝶会经历4个生命阶段，而在最后一个阶段，它从蛹中破壳，长出翅膀，但此时它还不会飞，需要一定的时间让翅膀变硬。虽然这不是我画蝴蝶的真实原因，但我相信考官们一定会喜欢这种理由。这时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，处于危险期，还没有飞，也许就会被天敌吃掉。这里面有一种让人着迷的宿命感。说的没错吧？不过要说我画蝴蝶的真实原因，其实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我从小洗澡有个习惯，就是从头到尾都闭着眼睛。至于原因，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去世了，所以我一直被我妈带女澡堂洗澡，一直洗到我开始记事。澡堂的女人们当然无所谓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小屁孩。但对我来说，即使那时只有6岁，我也已经意识到，我的眼前是女人的裸体。到了现在，我的眼前同样是女人的裸体，只不过换了地点而已。刚入学的男生们最仰上的就是人体素描课，在他们一个比一个硬，幻想着模特变女优的时候，我却每次都会想起来小时候在澡堂看到的那些身体。在这等妈妈，不主动跑啊。我每次洗完澡都会像一只猫那样缩在椅子的一角，而这个时候，它出现了。它的出现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如同一个美好的意外。它才是我一直画蝴蝶的理由。
我不介意成为别人眼中的猎物，不介意暴露在欲望中。那些蠢蠢欲动的目光是对我最高的赞扬。这个女人的出现如同另一个意外，为什么她的身上也有一个蝴蝶？她看我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不知所措，如同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一天。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产生过如此浓烈的兴趣，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。如果说每个人的前世都是一种动物的话，我上辈子一定是一只猫，因为我习惯于在暗地里偷窥别人。或许是因为从小单亲的缘故，我妈比别人更希望我出人头地。自从见到那个女孩，我在作业本上画了无数只蝴蝶。我妈认定我一定能成为一名画家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去过女澡堂，但我对那个蝴蝶女孩始终念念不忘。李强，你画什么呢？不让你画，你一天天脑子里寻的什么玩意儿你呢啊？让你画。我决定要找到她。每天放学，我都跑去澡堂外面等她，可惜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我想，只有我像猫一样躲在澡堂的椅子那边，她才会再次出现。我之所以不哭，是因为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他再也没有出现过？难道他是我的一个幻觉？但他胸前的那个蝴蝶胎记，却萦绕在我脑子中，始终无法擦除。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寻找它，直到小学毕业，我甚至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寻找它。我发言完毕了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哪位女同学的胸上有一个蝴蝶胎记？我之所以哭得那么伤心，怎么了？妈，我毕业了，我小学都毕业了。是因为我小学都毕业了，也没找到那个女孩。我觉得我再也找不到她了。最后我想，不知道在毕业典礼上，我最后的那句话，她听到了没有？我爱你。小时候，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我爱你。我偷窥过太多所谓的爱情，但最后他们全都烟消云散，剩下的不过只是这些面孔。喝得我妆都花了，我去补个妆。
回来再好好陪你。即使像钱进这样的人，也有自己的痛苦。所有的姑娘都想成为这把钥匙的主人。这也太吵了，我们出去兜风吧。酒都没喝完，兜什么风？再来一瓶。那天他告诉我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重复，在于新鲜。这游戏已经玩到头了，小姨我没兴趣了。他竟然还有玩到头的时候。你看看你，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自己不会看吗？你当我是瞎呀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蝴蝶，又是蝴蝶。我高兴。除了蝴蝶，你还会画别的吗？不会。你看看别人，他们画的是什么？裸体。裸体？我让你们画的是人体，还裸体，真他妈亵渎艺术！你的毕业作品被毙了。想结业，自己找办法去吧。你小子还想结业？对于一只猫来说，没有它进不去的地方，只要它有自己的目的。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结业，而是这个小琴。当然了，猫也从来不会允许别人侵犯。哎，耀哥，咱们是南北通透，交通便利，出门就是幼儿园，妥妥的学区房，错过一次，你可能要整3年。来哥，哎，你听我说。然而，对于一只猫来说，最有趣的事，莫过于时时刻刻盯着它的猎物，似乎就在掌心之间，又永不结束这场游戏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小学还没有毕业，正在想尽办法寻找那个女孩，而这部电影给了我灵感。我知道我妈想让我出人头地，
所以我告诉他，我想当一个天文学家。儿子，你最棒！好了，早点睡吧。找到了。晚上8点1刻出门。他要去哪儿？哎，这个装备不错啊。愣什么呢？因为杰爷的画都被我偷了，但是我让所有人重画。他没有追查被偷的原因，也没有再找小七当模特。从此之后，他应该也不敢随便乱搞了。就这件吧。是衣服吗？怎么不是衣服啊？大小姐，咱们可是去夜店。我还是这件吧。也行，不过咱们要……讨厌！其实我们俩之所以可以成为闺蜜，是因为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，而现在的我，只想像鸟儿一样浮游。前进。你好。女朋友很奔放，但是你很特别。不过我就喜欢这样。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这个东西，不过它今天归你。我之前一直告诉自己，小琪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这句话我说对了，但只对了一半。
这个人不是小七男朋友。他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如果说性是一种交易，交易的无非是钱和感情。但他有车，并不缺钱，但他也从来不让男人上楼。我不明白他到底是为了什么。理查，我去，这哥们儿真着魔了。小七只和男人在这辆车里亲热。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猫，肯定能在这里闻到无数种气味，而最强烈的，一定是小七的味道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会像一只猫一样钻进小七的车里，幻想着和他发生的一切。这么好，全都是我爱吃的。那是。想认识他很容易，但我不希望和别的男人一样，只是和他在这辆车上一夜情，所以每次离开，我都会拿走车里的一个东西，再换上另外一个。我想用这种方式让他注意到我的存在。
我越来越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和他相处，每天和他同一时间起床。一起吃早饭，看着他出门，等着他回来。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只不过他并不知道。蝴蝶一生会经历4个生命阶段，而最后成为蝴蝶的这个阶段，却只剩下几天的生命。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冲动，我决定不再等了。我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，在此之前我一定不会打扰你，我只要一个机会。没挑特别俗的，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会喜欢。花很美，谢了。大家都静一下。这位是？哦，理查。这位理查同学是美术学院的，来咱们这儿写生，大家都没问题吧？我在筹备我的毕业作品，打扰各位了。好了，咱们开始。5、6，呼吸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舞姿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转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舞姿1、2。
同学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有吗？好像没见过你。想起来了，美术学院的。啊。我在那当过素描模特，你不记得我了？素描模特太多了，我没什么印象。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过这个办法？我终于找到了和他认识的方法。现在，我想我只需要时间。为什么？之前他从来没让男人上过楼。这只的蝴蝶无法躲避天敌，处于危险期，还没有飞，也许会被天敌吃掉。喂，喂，是哪位？这是另外一部关于偷窥的电影，里面有一幕和现在一模一样，但是现实永远不是电影。我突然觉得我所做的一切，幼稚的好像一个笑话。Pogotowie gazowe, słucham. Chciałem zgłosić, ulatnia się gaz. Jest pan pewien? Tak, no czuję. I nawet syczy. Skąd się ulatnia? Z kuchenki. Adres pana? Piratów 4, Tak. mieszkania 376. Dobra, przyjąłem. Niech pan nie zapala ognia.
不好意思，同学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小齐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小齐，我们这儿没有叫小齐的。那我可能记错了。嗯。一切都是幻想，我连他真名都不知道。我幻想着他和别的女人的不同，幻想着他一起生活，幻想着她是我从小寻找的那个女孩。我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幻想，但是我却无法从中脱身。我洗澡总是闭着眼睛，这是我从小的习惯。而闭着眼睛，人很容易陷入幻想。我不想再这样了。你今天没去上课？你怎么知道？监视我？我是你前夫。你也知道，是前夫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我最近不舒服，你走吧。你怎么不让我进去？屋里是不是有人？
我这儿？没有。那我猫去哪儿了？说不定是被哪个男人抱走了。出去。滚出去！监视我。你的猫在我这儿。把猫还给我。咱们和好吧。我再说一次。把猫还给我！明天就把猫还你，和好吧。还有，别再监视我了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谁的电话？不知道，骚扰电话，打了好多次了。挂了吧，别管他了。理查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。我们下课了。哦，好了，这就走。等一下。那只猫不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他送的那只猫不是你原来的那只。他送我的那只猫？你怎么知道我有猫？
因为我一直在偷看你。我住在你家对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已经结过婚了吗？滚！滚！喂，你在看吗？不说话的话，我就挂了。在看。你是看到公主了？睡。那你继续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我就想这样来一次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是把窗帘拉上吧，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。没错。什么意思？是有人一直在看着我们呀。这是我的猫吗？当然是了。骗子！拿着你的猫。
电影永远不是现实，但刚才那一幕却和电影惊人的相似。我怀疑小七也看过这部电影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？而这种巧合，再一次把我拉入可怕的幻想当中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。洗澡的时候不再闭着眼睛，作息时间也变得和小七一模一样。这种改变让我觉得不真实。我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做梦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就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梦境一样。但我情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是一个害怕改变的人，因为我害怕失去，即使从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过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我爱你。这个你换的？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我的？从第一次遇见你。我做素描模特那一次。不，就随便别人。你每天都这样看着我回家吗？每天晚上凌晨1点，你都会开车回来。看着我在车里和别的男人，那个。你也想吗？为什么要监视我？因为不要说你喜欢我。你长得很像我小时候想找的一个女孩。我没有骗你。什么地方像？在她的身上，也是左边的位置，有一个跟你蝴蝶一样的胎记。你干什么？你怎么不看了？你不是一直在偷看我吗？我也很想知道，是不是你找的？
说你要找那个女孩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现在想和我做爱了吗？我最讨厌别人监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前夫也在监视我，而且正在看着我。我出于本能的开始还击，站起来呀！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哭了。我后来知道，他之所以哭，不是因为我的这一拳，而是因为他自己懦弱。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换一种讲法。这个男人一直深爱着小琪，但小琪要的是自由，他只有暗中监视她，却因为他的懦弱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因为他害怕失去小琪。我是你前夫，你也知道，是前夫。我最近不舒服。小琪早已厌倦了这个男人的懦弱，但他却迟迟没有行动。于是小琪变本加厉，一次次地刺激着这个男人的尊严。这是一个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游戏，我的出现不过是这个游戏中的意外。是不是自己来过我这儿？没有。那我猫去哪儿了？你的猫在我这儿，把猫还给我。我说了，把猫还给我。其实小琪才是一只猫，因为猫不会被人控制。小琪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享受这个游戏。还好，好。就这样吧。我经常看到人哭，但只看到过小琪哭过一次。那次他的猫丢了，也许在小琪的眼中，这个男人还不如一只猫重要。看着这个男人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，不是因为小琪，而
而是因为我和他其实是一类人。我们同样监视着小七，同样活在某种幻想里，同样害怕改变和失去，即使从来都没有真正得到过。闭着眼睛，人很容易陷入幻想，而睁着眼睛看到的，也不一定就是真实。小琪是否真的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，对我来说也许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早应该明白，和真实相比，我更害怕失去幻想。我去洗个澡，出来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幻想还是真实？我不希望自己和别人一样，只是和他一夜情，但是如同宿命一样，最后我还是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那个人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直忽略了一个记忆的细节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女孩的蝴蝶胎记和小琪的都在左边，但是我当时是从镜子中看到那个女孩。她的胎记其实是在右边。